嗨，大家好，我是 Dawson。那今天呢，好书开读要介绍什么书呢？其实要介绍的是奥修的这一本，拿反了，奥修的这一本《爱》。那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啊？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跟我一样是不太懂得什么叫做爱。也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所以呢，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伤害了别人，然后呢，也有可能受伤害。每一次啊，我都觉得好像我懂得什么叫做爱，可是经历过后就发现，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所以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来教大家什么叫做爱的。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在不断的寻求答案，然后在找答案的时候才找到这本书。那找到这本书以后，就发现，它好像在某一些层次上面帮我们把爱讲还算蛮清楚的。所以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看完这次的节目把你的想法跟观点跟留言留给我，然后并且点赞分享订阅，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会挑选一位送给你这本书爱，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啦。那这一本书在序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讨论一个大哉问，什么叫做爱？如果问一下各位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比喻什么是爱，你会怎么说呢？好，那在这本书上面他就这么说了，他说爱是灵魂的粮食。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会想要吃东西，就好比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谈恋爱，也就变成是当我们的灵魂空虚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爱的补给。其实我们对于爱的这个饥渴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在一种状况底下，因为饥饿，所以什么都吃，乱吃，或者是一种状况，就是明明其实不是饥饿，就是嘴馋，然后想要偷吃一下，然后偷吃一下，尝一下爱的禁果，这样，然后也因为这样常常吃坏肚子。你们大家也想一想如果今天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爱的感受就是吃快餐嘛，吃零食一样这样吃，你就会发现这样就会让自己的灵魂越吃越空虚，越吃越罪恶，越来越寂寞，甚至会吃坏肚子。在这里面呢，他也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还蛮妙。他说爱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个体，摆脱父母对于爱的这个限制。其实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赋予了爱与被爱的能力。每个孩子都是带了满满的爱的出生，他完全知道什么是爱。我觉得他在讲这一段其实就符合心理学在聊的一个话题他们在讲到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最懂爱的，所以他们认为他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只要一哭妈妈就会喂奶，一闹就要换尿布，这样一哭就换尿布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出生的时候就充满了爱，可是你会不会发现慢慢的越长越大，我们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了？其实关键就在于父母其实是小孩的第一个养育者，第一个告诉他什么叫做爱的教育者。那如果今天父母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他们教给孩子其实也会让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记得星云大师就在一次的那个访谈当中就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有信徒问他说，师父我的孩子就是非常的不乖就是不爱念书，然后又调皮又捣蛋又怎么样我真的是教不会了，我应该怎么教他呢？那星云法师就跟他做一个比喻，他说你有没有复印过东西那信徒说有我有复印过他就说如果今天复印出来的文件印错了怎么办？信徒就说那印错了就是在上面涂改然后星云大师就说，如果今天复印件坏了，其实不是去改复印件，而是去看原件，原件错了复印件才会错嘛。他说这就像是什么，家长就是原件，孩子就是复印件，而复印机其实就是家庭。所以当原件坏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渴望你的复印件是好的呢？当你把这些东西抹去以后，你对爱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然后你对父母也会感到慈悲。所谓的感到慈悲，就是你能够理解为什么父母会这么教你。他也不是故意，因为他也不懂得爱。也许在过去的日子你会抱怨你的父母，请记住他们不是有意要伤害你，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你爱。
因为他们曾经也没有得到过爱，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反思哦。想想也是他们唯一的爱的剧本参考就是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也只是在复制他们父母给他的模式，而我们也只是在复制他给我们的模式。所以一旦如果我们摆脱了他们的模式，我们才可以有自己的模式。奥修说，摆脱你父母对于爱的制约，让你自己成为一个个体，这就是拥有爱的第一个条件。拥有爱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他说的第二个条件叫做不要期待完美。人们都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值得去爱的伴侣，他才能够去爱，就觉得哇，心中完美的形象啊，完美的那个男神女神。所以这里要聊到他在书里面聊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追求完美的爱情的一个男人已经70几岁了，一辈子都没找到他真正心目中完美的爱。记者就问他，难道你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遇到那个你最完美的爱吗？他说其实他有遇到。那他说为什么你不结婚呢？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他说因为这个女的她也在追求她最完美的爱。哇，这个故事讲完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每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在追求这样子完美爱，别人也在追求这种完美爱。你追求的这完美的女人，她可能完美的爱的标准就不是你啊，所以永远都达不到啊。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不要期待完美的爱，关键是什么？当男人跟女人开始要求应该要完美的时候那他原本爱的那个人就变得另外一个人了，不是变成超人呢，就是变成虚伪的骗子。你爱的那个完美的人，而如果我不是，那我就要去达到你心中完美的那个人，那已经不是我啦。那不是我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了解你到底爱什么，并且变成你想要的。但是这个力气呢，有一天如果耗尽，或是一不小心没做好，那这个原本变超人的，就会变成是虚伪的骗子。变成骗子，他就要假装，变成要虚伪，变成要耍把戏，他才能够变成你心目中你爱的那个人。所以不要去期待完美，因为没有人是你心中的完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有人爱你，你要心存感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期待你完美的那个人出现，但是既然有一个人他出现了，他这么爱你，他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心怀感激啊。当你的太太为你准备食物的时候，你应该表达感谢。当你的丈夫出外赚钱的时候，你应该表达感谢。因为爱需要一个充满感激感恩的环境，一个需要无所求不期待的氛围。好，那其实你想想看，爱其实就像是一个土壤，对不对？这个土壤你要埋下什么种子，在这里面怎么样去灌溉，怎么样施肥，那个种子才会长得好看，其实就是一个充满感激跟感谢的环境。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往往我们在爱当中我们到底想要获得什么，我们想要拿到什么。其实如果当我们开始想要获得什么，想要拿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欲求不满的怪兽。一旦我们没有了，我们就想要换下一个。又或者是在这里面我因为爱这个人，我完全的付出，结果这个人如果不付出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我靠，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爱我？那这样子我付出的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甘心了。好，那不甘心，那分手我就要拿到更多。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奥修告诉我们一个，你不要期待完美。当有人爱你的时候，心存感激；当这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心存感激。谢谢你给我了一个这么完美这么棒的一个记忆。所以其实在爱情里面没有一个叫做谁地位高谁地位低，大家都是平等的。好，这是奥修说的爱拥有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三个条件叫做给予。为什么要叫做给予呢？其实你想一想他就说每一个人来爱你都没有一个叫做理所应当的，爱不是一种交易就像是讨价还价。好，所以与其想要如何得到爱，不如开始给予。他就讲到一个例子小鸟如果停在你们家的窗口唱歌给你听，它不是应该的他唱完他就走了，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树木开花也不是一种交易，天上的星星在闪耀也不是一种交易，爱本来就不是一种交易。当你学会无条件的给予的时候他就能够无条件的获得。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当我们一昧的索取的时候眼光
往往就会关注在他到底能够给我什么。好，那在这个里面，目光就会集中在这里。如果今天爱是一个土壤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土壤上施肥，我们在这个土壤上灌溉，它能够长出任何的花朵，让这个花园越来越漂亮，其实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个状态，不是吗？其实看到这里啊，其实我有一些感想啊，我非常感激过去在我恋爱当中的另外一半，然后因为有了这些另外一半，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一些学习跟思考，也让我开始想要去探索关于爱是什么这样的动力，也要跟过去被我伤害的另一半感到抱歉，然后因为我的不成熟，因为我的不懂，所以才让大家可能伤痕累累。所以啊，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认识生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跟你相处的人其实都是你的良师益友，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整，学习更加透彻。也谢谢有像奥修这样的智者出一本关于爱的这本书，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么难的一个议题哦。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推荐这一本书，这本书其实目前在博客来里面还有在卖，然后它有一套3册，有爱、情绪、爱的力量。那我也觉得它非常适合全年龄层的人来看。没谈过恋爱的人呢，先来预习怎么样爱，才不会伤痕累累、伤人伤己。爱的伤痕累累的人呢，也更应该要看，因为你看完以后你会有感悟，你会知道自己伤在哪里。最后呢，希望你能够分享这支影片，你把你的观点放到这里面来，然后我会送你这本书。也希望大家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人能够一起买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我是Dawson，欢迎把你的观点留言、分享、点赞，在我们的频道当中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次再见。